什么东西这么臭？放肆！简直是反了天了！你竟敢将这等污秽发臭之物让朕吃！来人啊，把这刁民给朕拖出去，砍了！陛下，草民斗胆敢问陛下，评判一道绝世美味的标准是它的外表还是它的内在？强词夺理，此物臭气熏天，闻之令人作呕，怎可能是美味？朕看你分明是敌国派来行刺的刺客。陛下若是不信，草民愿立下生死状。草民现在就当着陛下的面将这果子吃下去。若是草民吃完后，陛下尝了一口觉得不香，草民甘愿受罚。退下，朕倒要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若是吃不出个名堂，朕诛你9族。保护陛下，有毒气！丝滑绵密，入口即化。真有如此好吃？快，再盛上来一个，给朕尝尝。陛下不可啊！这香！此等绵绵密甜美的滋味，简直是仙家之物，好吃好吃！朕的御膳房为何从未给朕寻来这等绝世佳果？陛下，此果名为榴莲，寓意流连忘返，乃是草民亲手培育。好一个流连忘返！爱卿，你到底是什么人？这等仙果又是从何得来？你既然能培育此等神物，为何朕以前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号？陛下，草民只是一个送外卖的，普天之下只此一家。外卖？从未听说过此下当事。是啊，未曾听过。穿越这事儿恐怕是向他们说了也不会信。陛下，这事儿说来话长，一切还得从3个月前，草民刚在一个桥洞底下饿醒，送出第一份外卖的时候起。我这是穿越了！这里是大前朝，一个重农抑商、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百姓夏天解暑只能喝放凉的井水，连一口甜味的吃食都极难寻觅。好饿！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超时空外卖霸主系统已绑定。系统，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现代特级西瓜种子10颗，10秒急速催熟营养液1滴，便携式太阳能制冰盒1个，无菌过滤纱布1块。不行，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绝了！在古代，夏天造冰，这可是神仙手段啊！这是什么瓜？这叫西瓜，你们这里没有吗？我活了6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瓜。你们吃可以，但是那种子要给我留下，可千万不能吃到肚子里。怎么还有个女乞丐？拿着，吃吧，啃干净别浪费。有点意思，这吃相不像天生的乞丐。你叫什么？沈清玄。爷，凉茶来了。这什么玩意儿？大热天的，连口解暑的东西都做不出来。要是有宫里冰窖存的寒冰含在嘴里，让老夫少活10年也愿意呀！你这碗里冒气是？这位掌柜，不如尝尝我这独家秘制的冰镇寒花枝如何？冰，夏日见冰，这怎么可能？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宫里冰窖才有的东西？掌柜的，你且饮一口试试再说。神仙美味，这绝对是神仙美味啊！小兄弟，不，小仙师，你还有多少蒸果露和玄冰？老夫全包了。掌柜认为这一碗仙家饮水值多少钱？我买，我全买，20两雪花银，绝不还价。钱掌柜，今天就这一碗，但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会让这大前朝都喝上我做的外卖。外卖？那是什么东西？这人有点怪。以后你们跟我混，以后不仅有饭吃，还有钱赚。走，我带你们去吃个饱饭，再换身行头。老大，不，仙师，这样的新衣可是从未见人穿过。什么仙师？叫东家。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天下第一送的外卖骑手。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是，东家。幸好这个背包跟着一起穿了过来，这里面刚好有现代的古书种子，加上系统给的营养液，很快就能种出来了。小六子，你过来。
你们这里有没有叫西红柿、黄瓜、油菜的东西？什么事？没事了，你忙去吧。看来这里目前还没有这些东西。把现代的水果树在这里种出来，岂不是发财了？大家把那边的土翻一翻，接下来我要种东西。啊！大功告成，接下来搭建厨房。东家，肉买回来了，东家。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肉，大家等着瞧好吧。哦，这是什么仙法烹饪？不用水煮也能熟，好香啊，太香了！这就叫炒。第一道招牌菜西红柿盖浇饭搞定。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神组合，在这个朝代应该没人能抵抗。小六子，带上兄弟们，背上外卖箱，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去城里消费最高、有钱人最多的地方，让那帮达官贵人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美食。是，东家。你怎么跟来了？你找了院子，需要人手，我会看账本，会打算盘，还会变成真假银票。你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需要一个账房。六子，给他找身干净衣服。东家，让他当账房，咱们现在连账本都没有。先从计流水开始，月前按伙计的标准，干得好再涨。热死本少爷了！这戏台子里闷得像个蒸笼，你们戏楼就不能弄点解暑的东西吗？这干巴巴的绿豆糕和热茶是给人吃的吗？王少爷息怒，这大伏天的，咱们平民百姓上哪儿弄凉快东西去啊？天下第一粽，包您吃得爽，喝得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叫冰火两重天至尊套餐。这竹筒里是冰炖双果饮，这另一份是猛火爆炒盖浇饭。少爷若是热得心烦，不妨先来一口冷饮润润嗓子。爽，太爽了！这世上竟有如此甘甜透心凉的神仙玉露，就算是宫里的贵人，夏天也喝不到这么精巧的冰饮啊！请尝一尝盖浇饭。好吃，太好吃了！从未吃过如此美味，这是什么饭菜，竟能如此酸甜开胃？这金黄色的是鸡蛋，这红色的是番茄。至于做法，并非大前朝传统的水煮与火烤，而是用烧红的铁锅配上滚烫的荤油，在极短的时间内爆炒而成。哼，哗众取宠，不过是仗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几块冰，加上些奇技淫巧罢了。金掌柜，您这是眼红了，看来咱们的盖浇饭还堵不住金掌柜的嘴。小六子，上硬菜。好嘞，东家。大前朝的人只知盐的咸苦，却不知世间还有一种味道，能让人欲罢不能。这第一道新菜名为酸辣土豆丝。土豆？那是什么豆？土豆不是豆，而是一种生在土里的，切丝爆炒，口感极其爽脆。这第二道名为铁板孜然五花肉，上面撒的是西域极寒之地特有的香料孜然和辣椒。老夫倒是尝尝，你这到底是什么古怪？好痛，好麻！水，给我水！这味道有毒，辣得老夫嘴唇生疼。可为何还想吃？金老板觉得辣的时候，配上一口冰镇甜饮，这才是冰火两重天的究极奥义。神技，这是餐饮界的神技呀！小兄弟，你这菜，你这冰饮，老夫服了，心服口服。小兄弟，给我来一份那个什么爆炒盖浇饭，我出1两银子。我要那个辣的冒汗的土豆丝，给我配2杯冰灯果饮，我出5两。都别抢，小兄弟，我乃城东盐商李家，你这木箱里的东西我全包了，100两银子够不够？诸位稍安勿躁，我天下第一送的宗旨是把美食送到各位的府上。从今天起，我们正出至尊黑金包月 VIP 服务，每月只需50两白银。我们的黄衣骑手每天按时按点将带着冰块的盲盒新菜直接送到您的卧房门口。钱老板，王少爷，两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就是我林峰用那3000两预付款砸出来的大前朝第一座中央厨房。我的天啊，这么大！林老弟，你这厨房怎么连个单墙都没留？还有这地上画的白线是干什么用的？鬼画符吗？钱老板，这叫标准流水签。回东家，这是进料藏储区，所有送来的菜坏了一半叶子，肉有一丝发臭，直接扔出去，绝不允许跨过地上的白线一步。这第二区叫洗切加工区。王少爷，东家规定了，以后切土豆丝、切青椒丝必须用这把尺子量着切，差1分1毫都要扣工钱。林峰，你这是疯了吧？切个菜而已，至于这么严苛吗？少爷，这叫品控，我要保证每一份送到你嘴里的外卖口感绝对一致。第3区调味配料区，这里面的东西是绝对的机密，
我独门研发的秘料全锁在这里面，掌勺的厨子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到时候直接往锅里扔就行。绝了，林老弟！别人就算出万两黄金挖走你的厨子，也休想偷走你的核心味道。钱老板懂行啊！起锅烧油。这就是我的核心科技：沙漏漏到第一条线，下菜；漏到第二条线，丢调料包。沙漏漏完，马上出锅。妈呀！妈呀！着火了！快救火！别慌，这叫颠锅，把火烧进锅里，才能锁住食材的灵魂。尝尝，这叫鱼香肉丝和地三鲜。天哪，这肉怎么这么滑嫩？这酸甜带辣的味道是从哪儿来的？太上头了！林峰，本少爷以后1天3顿全包给你们了。绝妙！这流水线做出来的菜速度奇快，味道竟然比宫里的御膳还要惊艳。林老弟，有件事我得提醒你，说你这买卖越做越大，以后肯定不止青州这一个厂子。但是大前朝做生意，明面上靠银子，暗地里靠的是另一本账。什么账？人衙门的老爷和哪个商会有回勾签，哪条街的铺子背后是哪大人物的产业，各这些都是暗账。不懂这些，生意做得再大，也容易被人一口吞了。这人情账，我找人慢慢抹。东家，出大事了！大呼小叫什么？规矩忘了。东家，咱们去西街收猪肉和柴火的兄弟被打了，6大传统酒楼联合发了告示，说我们天下第一颂是用妖法做菜，祸害百姓。什么？这群老不要脸的，玩不过就耍阴招。不仅如此，他们仗着财大气粗，花双倍的价给买断了青州市所有的猪肉、鸡鸭和木柴供应，放话出来说要在1周之内让我们无肉可炒、无火可生，让我们的天下第一颂彻底瘫痪。坏了，林峰，没柴火生火，没肉下锅，咱们这几十口大锅岂不是成了摆设？明天那些交了钱的 VIP 客户收不到外卖，咱们的招牌可就全砸了。买断猪肉，垄断木柴，大前朝的土著们，看来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啊！小六子，传我的话下去，明天不用买猪肉，也不用买木柴，买木柴。东家，那咱们用什么做菜啊？明天本东家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造素肉，什么叫能烧红半边天的蜂窝煤。我要让这青州城的6大酒楼3天之内关门大吉。小六子，黄泥加水，给我往这堆黑灰里使劲的和，比例3比7，少1分都不行。东家，这可是城外乱石岗的毒石头啊，烧起来黑烟滚滚，不仅呛人还有毒。咱们真要用这生火做菜，客人们会报官抓我们的。毒死人，那是因为你们大前朝的人笨，不懂怎么驯服他。林老弟，你这又是捣鼓什么邪门玩意儿？上面怎么还戳了这么多窟窿眼儿？钱老板，王少爷，看好了，这叫蜂窝煤，加上黄泥脱油，再打通这些孔洞，引入空气，毒烟不仅没了，火势还能旺上10倍。我的老天爷，你竟然把没用的毒石头变成了神仙柴火！大惊小怪。去，把门外那帮等着看我们笑话的探子赶走，告诉6大酒楼的老板，他们的柴火留着给自己烧炕吧，本东家不用了。别再来了，有啥可看的？火是有了，可肉呢？6大酒楼把城里的猪牛羊全买光了，今天那些 VIP 可是点了名要吃你的爆炒肉菜的。林老弟，大买卖，天大的买卖呀！京城的安平长公主听闻了咱们的冰火2重天，特地派来飞鸽传书，点名要在明天的盛宴上吃咱们的外卖。这要是做好了，咱们就彻底在京城权贵圈里站稳脚跟了。京城，距离堑州足有100里之遥，长公主这胃口够大的啊！东家，100里地啊，热菜早馊了，灯冒烟了，冰饮也早化成热水了。谁说送不到的？田老板，小六子，睁大眼睛看看，这是我连夜画图，让铁匠和木匠联手打造的大前第1代跨城冷链物流车。棉被不仅能保暖，还能隔绝外部的热气。我在车厢底部铺满我独家秘制的玄冰，这车厢里就是一个移动的冰窖，别说100里，就是200里，送过的东西也透心凉。绝了！棉被居然能用来保冰，林老弟，你这脑子到底装了多少神仙法术？少废话，开火！今天给长公主准备2道新菜，绝对是核弹级别的降维打击。东家，这不是铁甲虫吗？这玩意儿全是硬壳和泥腥味，喂猪都不吃啊！没见过世面，这叫麻辣小龙虾，好吃极了。哼。哦。
老李头，把煮好的红茶和鲜牛奶混在一起，加白糖，这叫冰镇珍珠奶茶。换上战马，黄衣骑士，随我进京，让京城的权贵们颤抖吧，颤抖吧！站住！什么人敢在长公主府前放肆？滚滚滚！我们是天下第一送的，是长公主殿下亲自下令让我们送生辰宴的吃食来的。放肆！长公主生辰请的都是御膳房的退役大厨，你们一群乡野村夫能做出什么东西？来人，把他们连人带车给我轰走！嫌我们是乡野村夫？行，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见识。这是什么味道？为何如此辛辣刺鼻，却又香得让人想咽口水？什么味道？好霸道的香味！是青州城的天下第一送到了吗？殿下，天下第一送跨城专送，招牌盲盒红甲大将军配黑珍珠冰玉露，祝殿下生辰快乐，请慢用。这通体鲜红的硬壳虫真的能吃？大前朝的人吃东西讲究精致，何曾吃过这种长相狰狞的小龙虾？殿下，这个吃小龙虾得讲究手法。第一步，先吮吸虾头上的汤汁；第二步，两手一捏虾壳，轻轻一扯，这白嫩的虾肉就出来了。您尝尝。辣，好辣！本宫的舌头要着火了。殿下，辣的时候就该轮到这杯黑珍珠冰玉露登场了。呀，这茶里怎么还有会咬人的小丸子？滑溜软糯，本宫从未喝过如此奇妙的茶饮，这真是绝了！殿下要是喜欢，还请帮草民多多宣传一下。必须的，今天我就要告诉父皇，让他老人家也尝尝。这要是征服了皇上，那岂不是名气就打出去了？沈清雪，你在桥洞里待了多久？3个月。之前呢？我爹之前是做南北货的，生意最大的时候，半个京城的铺子都从他手里拿货。去年冬天，户部查账目拿我爹顶罪，铺子充公，家产超没，我爹冤死在大牢里，娘也没了。这本账是我爹用命换的，我留着它不是为了卖惨，是因为总有一天能用上。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问，而且我也不确定你能不能活过6大酒楼的封杀。现在确定了？勉强。朕到今天要看看这奶茶爆炒小龙虾到底是何物。掌柜的，听闻你这店里有能让人欲罢不能的仙家吃食，本老爷走南闯北，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若是你的东西平平无奇，本老爷可要拆了你的招牌。这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啊，竟然随身带着保镖，非富即贵。这位老爷，看来一般的菜品已经入不了您的法眼了。小六子，上大前朝第一口9宫格牛油老火锅，再配一碗超级水果巨无霸沙冰。这是何等猛烈的香气！老爷，这叫涮火锅。看好了，毛肚7上8下，鸭肠微微卷起就能吃。痛快，太痛快了！这等热火朝天的吃法，简直比本老爷当年在马背上打仗还要过瘾。神仙手段，真的是神仙手段！掌柜的，本老爷实不相瞒，我乃宫中内务府的总管大臣，你这火锅和沙冰绝世无双。明日你带着你店里最珍贵、最能震撼世人的终极美味来金銮殿上面圣，若是能让皇上满意，本官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这3个月的布局，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既然要面圣，那自然得拿出我天下第一送的终极武器了。这位大人请回吧。明日早朝，草民保证给皇上带去一个终生难忘的巨大惊喜。你明天面圣，皇帝一定会赏你。这是什么？封官也好，赏金也好，你都需要知道哪个划算。如果封你4品以上实职，1年损失80万两，赏黄金万纸，支够修50里路。但如果拿到全天下的官道特许经营权，1年过路费200万两打底。你什么时候算的？你那天在泥里喝水泥的时候，我就开始算了。明天在金陵殿上，别被皇帝的威压吓住。你手里有他没见过的路，你不是去要饭的，你是去谈生意的。放心，你东家什么时候在生意场上输过？哼！草民林峰，奉旨面圣。抬起头来。那紫袍，那身形，那眼神，
这不就是昨晚在我店里辣得满头大汗的内务府总管吗？搞了半天，昨晚那个大金主居然是当今圣上。林峰，你昨晚夸下侯口，说要给朕带一个终生难忘的巨大惊喜，你的宝物呢？若是不能让朕满意，朕可要治你个欺君之罪。草民的东西绝对够劲。就是这样，草民就带着榴莲来了。没想到您就是当今圣上啊！哈哈，林爱卿果然是神人，朕可是开眼了。林爱卿，朕赏你个官当如何？陛下厚爱，草民感激不尽。但草民志不在朝堂，而在天下，不求高官厚禄，只求陛下赐予天下第一宋大钱皇家特许金银金牌，允许草民车队合法征用全国官道。哼，好大的口气，竟妄图染指全国官道！官道乃运送军机要件要道，岂能让你用来送吃食？800里夹击战报，漠北30贯蛮族大军突袭，镇北大军被困库城毁，腾格杨大营卫将士已经断粮2日，最多撑不过3天。30万大军围城，粮草被烧。兵部尚书，朕命你立刻调集粮草，火速驰援雁门关。陛下，雁门关远在千里之外，即使现在立刻筹结较量，由辎重车队运送，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抵达呀！3天时间根本来不及。等半个月后，朕的8万大好儿男早就饿死在城头了。满朝文武，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跌死死局吗？陛下，若是兵部的老爷们送不到，不如把这单外卖交给草民如何？放肆！军国大事，岂容你个商贾大放厥言？辎重车队日夜兼程都需要半个月，你拿什么送？陛下，草民既然敢结单，自然有草民的方法。哦，第一，我不要朝廷1厘米，草民自有办法，用马车拉上足够8万人吃饱3天的鲜加干粮。第二，我恳求陛下赐旨，800里沿途所有军用驿站全部为我的车队亮绿灯。2天2夜，保证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将士们的嘴里。你可不要胡言乱语，这不是你一人之力能做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让大家看看，眼见为实。这油纸包里的叫高能压缩饼干，只需拳头大小的一块，就能让一个成年壮汉半天不觉得饿。1辆马车足以装下上万人的口粮，就能自己加热。1炷香的功夫，就能让大家吃上热乎的饭菜。这怎么可能？没有火，水怎么会自己沸腾？此乃自热火锅。只要1壶凉水，随时随地瞬间沸腾，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也能让将士们吃上一口热滚滚、辣得冒汗的肉汤。陛下时间紧迫，您敢不敢让草民送？好，朕今天就陪你疯一把！传朕旨意，赐林峰天子金牌。各地官员随时配合林峰调动人手，沿途所有州府驿站，任何人胆敢阻拦天下第一送的车队，杀无赦！林峰，若是这单外卖你能按时送到，朕不仅准你特许庆应权，还要封你为大前朝第1位异姓王侯。小六子，赶紧去招工！东家，怎么回事？接大单了！8万人的超级军粮订单，限期2天送达。8万人，东家您疯了！就算咱们把中央厨房的20口大铁锅全炒漏了，1天1夜也弄不出8万份热饭啊！谁说只用我们自己的厨房了？有这玩意儿在手，整个京城的资源都是我们的。你带上金牌，去城西破庙和城南墙根底下，把所有乞讨者都给我召来，就说天下第一送超工，发双倍工钱，当天结算。所有人听好了，按力气大小分成3队。第一队手上有力气的壮汉和健妇去揉面压饼，看见那边300口大缸没有？一人1缸，把炒面、碎花生、白糖、豆油给我往使劲揉。第二队洗菜淘米，动作麻利点。第三队老人孩子跟着这位小郭，全城的百姓们都动起来。隐藏成就解锁，在自身事业起步阶段，大规模启用社会最底层劳动力，并当场结算，以商人之身行仁者之事，以物流之术活万民之命，此非小善，乃大义之始。奖励宿主当前库存中酒速存、小麦粉、大米自动乘以10倍，即刻生效。精炼白糖2万斤，高浓度大豆油8000桶，生排水5万斤，请前往仓库查收。好家伙，这系统关键时候真给力！小六子，再开一间仓库。秘料给我敞开了用，干粮兵全部升级高配版。第一步扩建厂房。小六子拿着金牌去京城府尹那儿，把咱们隔壁那3座废弃的皇家大粮仓全给我征用了，立刻打通，作为临时第1生产线。粮已备齐，就差交通工具了。系统，我现在没有运输工具，有什么法子？检测到宿主已完成粮草制作任务，可奖励解锁现代自动驾驶重型货车城市时，是否立即提取？提取。警告！奖励载体体积庞大，需开阔地形。当前所在采石场符合投放条件。倒计时，3、2、1，投放！天啊，是真的，不是幻影。自动驾驶系统已激活，目的地可语音设定，续航里程满电，可随时通过太阳能充能。够哄人了，接下来就是让这群古代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
东家，这带轮子的是何怪物？这叫货车，比马车可是快多了。来吧，大家把做好的食物装车。装不下的部分再装马车。东家，出绝境了！前2日暴雨，断虎峡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山体滑坡，巨石把官道堵得死死的。大人，这滑坡太严重了，要想把石头搬开，最快也得5天时间。雁门关的将士们绝对撑不到那个时候了。5天，我连5个时辰都不想等。拿着，这叫对讲机，可以千里传烟。小六子，带人退后1里地。小六子，听得到吗？立刻稳住后方车队阵型，把所有货车掉头，准备改道。妈呀！东家的声音装进盒子里了。石头堵了路，那我们就找新路，这叫无人机。天啊，铁鸟飞天了！找到了，断虎峡左侧山脊背面有一条的废弃伐木古道。各小队注意，滑坡点左侧有一条隐蔽山道。小六子，你带第1队立刻向左劈砍树枝开路，第2队全部掉头，沿小路依次推进。收到，东家神机妙算。收到，第1队跟我来。是。将军，敌军要攻城了，朝廷的粮草终究是没来，兄弟们实在没力气了。大乔儿郎，拔刀死战！雁门关的兄弟们，天下第一送，跨越天险，8万次特大盲包准时送达。别急着死战，先吃口热乎的麻辣火锅再说。城下都是陌生面孔和从未见过的巨物，不可轻易开城门，小心中了敌军的奸计。今天就让这群古代将军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化空投送粮。去吧。大前儿郎，准备死战！大将军能听到吗？我是天下第一送的钦察林峰，8万份热乎饭已经到了后门，吃了那块黄色砖头恢复力气，立刻悄悄打开后城门接粮。神仙干粮，真的是仙家救命粮！仙家救命粮，开门！本将这就去开后门。黄衣骑士听令，立刻分发大田无敌战地套餐，全军听令，撕开快餐盒底层水包，倒在生石灰上，盖紧盖子。时间到，开盖，吃饭。这是什么味道？大前军队不是断粮了吗？首领，兄弟们闻着这味儿，腿都软了，实在冲不动了。大前的弟兄们，林老板让咱们吃饱了热乎饭，现在全军出击，拿这群软脚虾蛮子消食！冲啊！冲啊！拓跋狂，你败了，让你的人放下武器。镇北大将军，我拓跋狂认宰。败军之将，死不足惜，但老子死前就一个心愿，你能不能让我也尝一口你们城墙上那个会自己冒热气、香得要命的仙家饭盒？就一口。拓跋首领，那叫大前无敌战地套餐，是我家兄弟们拼命的口粮，可不能随便给你吃。不过嘛，既然你们大老远赶着这么多极品牛羊来给我们送外卖，教教你们羊肉到底该怎么吃。来人，架铁炉，生炭火。切成这么小块，用竹签串着，这是什么娇贵的吃法？土著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这是什么仙草粉末？为何会有如此霸道的肉香？这叫孜然羊肉串。是。啊！我的长生天啊，太好吃了！老子吃了半辈子羊肉，今天才知道以前吃的都是猪食啊！光吃烤肉太干，大冬天打仗得来点解腻的神仙水。爽，太爽了！这金黄色的琼浆玉液里竟然藏着风的精魄。林老板，你这是把天上的神仙请下来做饭了吗？大将军，我们不打了，这破仗打个屁呀！你不打了？那你们30万大军来干嘛？来做生意啊！林老板，以后我们漠北草原的牛羊全包给你了。
只要你每天供我们吃这什么孜然烤肉和冒泡神仙水，谁他妈再提打仗，老子第一个劈了他！林老板，以后草原上最肥的羊、最壮的牛，我亲自派骑兵给你送到边关。只要你每个月按时用那什么孜然和冰镇夺命大乌苏来结账就行。东家，不行了，根本走不动了，上百辆马车陷了一大半在泥坑里，这条关道彻底瘫痪了。钦差大人，此乃天意啊！大前的官道都是黄土夯实而成，最怕这种连阴雨。别说是重载马车，就算是轻骑兵也插翅难飞。咱们只能就地扎营，等上半个月，等太阳把这烂泥路晒干，才能拔营了。我的车队从来不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将军，你们大前朝修一条石头路需要多久？开山蚕石，打磨平整，再由10万民夫一块铺设。若要修一条100里长的青石官道，至少需要10年之功，耗荷国库数百万两白银。10年太慢了，等10年黄花菜都凉了。若是我有一种先加泥巴，像倒水一样倒在地上，只需2-3个时辰，就能自己变成比青石还要坚硬平整的石头路，而且水泼不进，倒劈不碎呢。这怎么可能？把软泥变成石头，那知先清的神仙世上绝无此物。以前没有，但今天有了。系统，给我兑换初级硫酸水泥的完美配方和炼烧工艺图纸，再给我10吨成品作为启动资金。小六子，去旁边的河道里挖沙子，捡碎石子。好嘞，按照1比2比3的比例混着水，跟着灰粉一起给我使劲的和。把这堆烂泥铺到前面那段塌陷最严重的泥坑里，铺平整。钦差大人，您这就是在烂泥坑里填烂泥，不仅白费力气，马车一压照样陷进去啊！将军，咱们打个赌，4个时辰后，如果战马的铁蹄能在这段路上踩出一个坑，我林峰的脑袋送给你当球踢。这真的是石头，而且比城墙上的青石还要坚硬100倍，软泥变坚石，天衣无缝，这等神技！有了这玩意儿，我要把大元朝的所有官道全都铺成下雨不带泥、平整跑快马的高速公路，全军拔营，目标京城金轮殿。我要去跟皇上谈一笔天大的买卖。报！镇北大将军与钦差林峰凯旋班师，已在殿外候旨。快宣，给朕的大功臣赐座。草民林峰，幸不辱命，订单已送达。好一个幸不辱命！林峰，你立下这等千秋不世之功，朕说过要封你为大前朝第一位异姓王。从今天起，你就是镇北王，赏良田万省，黄金10万两。陛下，做王爷规矩太多，太累。草民不要王位，也不要您的良田和黄金。草民只有一个要求，请陛下将大前朝所有官道驿站的100年独家特许经营权和修路权全部赐予草民的天下第一颂。草民要用水泥为大前铺设一张物流大动脉。从今往后，天下道路我来修，天下货物我来送。但凡走我林峰修的道路，皆需缴纳合理的过路费。待草民回本后，盈利的80%上缴国库，剩余的归草民可行。你不要王位，不要良田万顷，只要全天下的修路权和过路费。陛下，国库修路耗资巨大，动辄动用数10万民夫，劳民伤财。我林峰修路不用朝廷1两银子。这小子莫不是个疯子？陛下，这小子不要国库1丝钱，帮咱们把全天下的路铺成那种刀枪不入的神石路，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微臣叩请陛下，快答应他，免得他反悔。好，林峰，朕准了。即日起，赐你大前总路正使之职，全天下官道任你翻修。100年之内，凡走你林峰修过的水泥路，皆可依法收取过路费。老天爷，这地摸起来比我家婆娘的脸还要滑了。这真的是水泥做的，我用铁锹砸了一下都卷刃了，这地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都给老子让开！天下第一颂的林峰在哪儿？给老子出来！众将，来者不善。这韩龙湖把持着京城通往全国70%以上的货运生意，咱们修着搞全天下外卖和物流，直接砸了全天下镖局的饭碗。他是来砸场子的。敢问兄台，找我何事？姓林的，大前朝近100年来押运货物靠的都是兄弟们的快马和钢刀，你这个做饭的泥腿子，弄了这么一条邪门的泥巴路，竟然还抢我们镖局的营生！你问过老子手里这口刀没有？兄弟们，把这破路给我砸了！慢着，韩总镖头，别急着掀桌子。大前朝传统的镖局，在我眼里速度太慢，影响效率。你们财重少，
遇到下雨天车轮陷进泥里，就只能在客栈里喝闷茶。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遍！不服气？那今天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小六子，把咱们的秘密武器给我开出来！好嘞，东家。我的娘嘞，这是什么木牛流马？这得装多少货物啊？起码能塞下10几辆普通马车的货吧？长得大有什么用？车身这么重，走起来慢得像乌龟，而且大前的官道颠簸，你这铁车走不到10里地就得散架。慢。颠簸，你挑出你镖局里最快的3匹千里马，拉上你最轻的飙车，咱们就在这条水泥大路上比试比试。从这里出发，狂飙10里地，我们就比速度。如果我输了，我林峰当场把这条水泥路拱手相让，天下第一送彻底退出。但如果你输了，你还有你镖局的10万镖士，从今往后全部给我摘掉镖局的招牌，换上我的马甲，编入我天下第一送的配送部。好，老子跟你赌了！擂鼓开掌！姓林的，老子今天就让你看清楚，什么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总镖头威武，拿什么跟咱们的追风马匹速度啊？怎么会这样？这路太硬了，可要散架了！让一让，韩总镖头，大前第一代重卡超车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韩总镖头，10里地，我领先了你足足半炷香的时间。这杯酒温度刚刚好，这场公路对决你服不服？老子服了，心服口服。我韩龙虎愿赌服输，从今天起，天下龙虎镖局摘牌。我身后这10万摸刀的兄弟，全凭林老板差遣。兄弟们，换上黄色马甲。从今天起，大前朝再也没有镖局，你们是我天下第一送的大前第一武装押送天团。不管是蛮族的强盗，还是深山里的土匪，只要敢动我林峰的一份外卖，一车货物，我要他们灰飞烟灭。大前朝的物游江山，姓林了。王本利今天去了商会总号，调阅了咱们最近3个月的流水账。想收我的供应链？这是我爹用命留的。王本利当年拿我爹顶罪，不光是为了正义，他吞了那23万两，需要一个死人替他闭嘴。你忍了10年。东家，出大麻烦了！户部尚书带着200名披甲城防兵，把咱们在南城的水泥厂全给封了。封我的厂？这帮朝廷的老狐狸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走，去会会他。尚书大人，好大的官威啊！不请自来，还带了这么多带刀的护卫，是想来这里吃霸王餐吗？哼，林总中正史，本官今日前来是奉了朝廷法度。你这天下第一送日进斗金，修的水泥路更是把持了全天下的货运大权。此等关乎国本的要害，岂能落入你一介草民之手？本官正式宣布，户部即日起将天下第一送所有的产业以及全大前的水泥官道全部收归国有。以后这过路费由我户部来收。你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这里！老匹夫！你敢抢我东家的产业，老子一刀剁了你！老韩，退下。王尚书，你想要我的路，想要我的车队都可以。朝廷要收归国有，我林峰身为大恩子民，绝不反抗。但是王尚书，本东家好心提醒你一句，这水泥路可不是铺上去就一劳永逸的，每隔3月就需要用我独门的玄门秘料进行修补。你把路抢，要是出了问题，你修得好吗？我大前朝户部能工巧匠无数，没了你，难道全天下的人还要吃带毛的肉不成？来人，贴封条，谁敢反抗，格杀勿论。行，那咱们就走着瞧。没有林老板的孜然和啤酒，老子连一根羊毛都不卖给你们！大前朝的官老爷算个屁，给老子滚！王本利，朕的长公主3天没喝到珍珠奶茶，在后宫摔了10几个花瓶，漠北扬言要重新开战。你不是说收归国有能日进斗金吗？现在全天下上货暂缓的了，你拿什么给交代？抄你家产，发配边疆。陛下，可是那林峰现在闭门谢客，谁去请他呀？朕亲自去。陛下，草民一介商贾，这大本营已经被户部封了。
草民现在只想在家烤白薯，这天下的路，草民修不来。林爱卿，是朕听信了谗言，朕今日正式赐你大前第1章万世不替皇家特许路劝政。从今往后，大前朝境内凡你林峰所修之路，皆为你私人产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凡过路者，皆需按你的规矩纳费，形同谋反，诛九族。既然陛下这么有诚意，小六子传我的令下去，黄衣骑士重新跨上战马，红旗卡车队，立刻起锚出发，恢复所有产业链，给兄弟们一个家。我这该死的魅力哦，把皇帝老儿都拿捏住了。陛下，草民还有一事。说。陛下，10年前户部尚书王本利在查抄沈家商号时，实际查抄白银73万两，上缴只有50万两。王本利，你好大的胆子！陛下，这一定是伪造的。沈家都死了10年了，哪来的账？你忘了，沈家还有一个人活着。你是沈万年的？沈万年是我爹，王大人，别来无恙。来人，将王本利给我押入天牢！陛下饶命啊！沈万年的案子，朕当年刚登基，朝局不稳，让小人钻了空子。草民不求翻案，只求陛下一件事。说。甚至说。沈家铺子的旧址，草民想买回来，按市价1文不少。准了。10年，就为了这一项？不是为了这一项，是为了以后再也不用东躲潜藏了。有了50万两白银的启动资金，我的物流系统迅速崛起，向着大前9州疯狂扩张。小六子，记下来，以京城为中心，沿着咱们修好的水泥官道，每隔100里设立一个标准中转驿站，每隔500里设立一个大型分拣中心。东家，这是什么符咒？难道是道家用来保佑车队平安的？这叫大前朝纣庚卯。大前朝地大物博，同名同姓的州县太多，送货极容易送错。从今天起，全国实行网点编号化，天干代表大州，地支代表府县，后面的数字代表具体的网点和街道。比如这甲寅001就代表寅001，就代表京畿道顺天府东直门1号网点。林总正使，救命啊！皇上在宫里大发雷霆呢！怎么了？是不是哪位娘娘又闹脾气，要喝我这儿的珍珠奶茶了？不是奶茶，是荔枝啊！皇后娘娘苦下，唯独想吃一口江南的鲜日味便。江南距离京城2000多里，送到京城也得10天半个月，早就烂成一包酸水了。皇上下了命令，弄不到新鲜荔枝，御膳房和内务府全都要掉脑头。林峰您神通广大，能不能帮咱家度过此劫？公公放心，这单跨省生鲜快递，我天下第一送接了。传我将令，3天之内，我要让皇后娘娘吃上带着晨露的鲜荔枝。冷链打包完毕，目标京城。启禀陛下，娘娘，天下第一送，跨省生鲜冷链，准时送达。这怎么可能？陛下，是鲜的，真的是新鲜的。一骑红尘妃子轿，无人知是外卖来。绝了！赏林爱卿黄金10万两。气太甚！这个姓林的黄毛小子，修了几条泥巴路，弄了几个破轮子，竟然把咱们曹帮的高端货运全给抢光了！帮主，再这样下去，咱们30万曹帮弟兄就得喝西北风了。水路走不通，那就断了他的财路。林峰的网点每天都要将海量现银用重卡押运回京城，只要劫了他的运钞车，就能让他资金链彻底断裂。还我的帮主令，调集8000最精锐的水鬼和亡命徒，今晚在黑风岭设伏，只要见到挂着天下第一送旗号的重卡，连人带车给我鸡犬不留。我要林峰的银子全填进大运河里。帮主来了，天下第一送的押银车到了，负责押车的是大前押运部总管韩龙虎。兄弟们，截下这辆车，后半辈子荣华富贵，动手！韩龙虎，把你车上押运的全天下第一送的现银交出来，否则今晚就让这里变成你们的葬。深夜拦路，当心风大闪了舌头。雷帮主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老韩，把箱子打开，让雷帮主点数。全是账本，银子呢？姓林的，你耍我！你每天日进斗金，几10万两的现银，怎么可能不在车上？雷帮主，
实话告诉你，大前朝自从有了我铺设的天下驿站网，早就不用背着沉重的银两满天下跑了，这叫临票宝。如今各商户所有赚到的现银，都在当地直接错入我们与朝廷户部联名设立的保险钱库。商家出门只需带上这张特制的玉牌，在我的分铺里平牌记账，异地取现银。你面前的那些纸，不过是各个分拣网点的对账单罢了。不见现银，平牌记账，完了，什么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雷帮主懂吗？意味着天底下的拦路劫匪，正式被我林峰从根源上淘汰了。全完了，水路被你抢了，陆路连1两银子都抢不着，老子这30万逃帮弟兄倒是要活活饿死了。雷帮主，别着急绝望啊！别着急绝望啊！遇到及时缘，刚好我也缺人手。大前朝的陆路不留，确实是我林峰说了算。你这是什么意思？但有些笨大宗货物，比如漠北的煤炭、蜀中的木材，走成本太高。如果能有大运河的水路，那才是真正的完美。雷帮主，带着你30万曹帮兄弟加入我们如何？摘掉帮派的旗号，换上天下第一宋的旗号。大运河由我出资输照，建立水陆通关码头，你们就是天下第一宋的首物流总部，不用当土匪，正经开饷，每月足额发放银两，岁末有红利，因公受伤有行商抚恤银。啥？受伤了给发抚恤银？岁末还特娘的有红利，还能天天吃着红烧肉。林老板，手段通天，心胸如海，我雷前祖替30万曹帮兄弟谢过林东家赏饭之恩，从今往后大运河上为林东家马首是瞻。让一让，让一让！天下第一宋，您的加急公文和新鲜果黍到了。如今出门行商，竟成了一种莫大的享受啊！好啊！过去1年，全大田商贸繁荣，国库税收翻了整整5倍，边关将士顿顿有热饭，漠北牛羊源源不断运进中原，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林爱卿居功至伟。陛下谬赞了，草民不过是今了为由送了几份饭。这天下能有今日之盛世，全凭陛下高瞻远瞩，给了草民特许路权，这才有了万民之福。可林峰赚了钱，大半都拿去修桥铺路、救济灾民、建立公共驿站，这不是威胁，这是大前朝的财神爷。林爱卿不必谦虚，传朕旨意，赐林峰。传朕旨意，赐林峰大前第一义商牌匾，悬挂于天下第一宋总部大楼。草民谢陛下隆恩。楚爱妃，今晚8点朕就过来，跟你讲讲手机的用法。好的呢，陛下，等你哦。东家，这回真的要逆天了！咱们的业务，您绝对猜不到是谁发来的订单。哦，难不成是漠北王帐的拓跋狂又想吃马小了？拓跋狂那是老顾客了，这回是西域36国的进货申请书，还有海外英吉利女皇的飞鸽传书。他们听说了咱们大前的冷殿奇迹和自热仙石，愿意出黄金万两，恳请东家把水泥大路修到他们的国界去，帮他们建立西域外卖网络。海外女皇还说了，只要能让他每天喝上新鲜的珍珠奶茶，她愿意用3座海岛作为咱们车队的中转码头。系统啊，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在天桥底下送个西红柿炒鸡蛋，赚点碎银子糊口啊，怎么一不小心把全天下的幸福都给承包了呢？